这期视频我会介绍给大家几个超猛的 AI 工具更新，但是最炸裂的就是ElevenLabs 推出的新语音功能。这次它直接支援对话模式了，不是那种死板的机器人哦，是会跟你有来有往的。我们先来一起看看这个官方示例。Hey Jessica, have you tried the new 11v3? I just got it. The clarity is amazing. I can actually do whispers now. Like this. Ooh, fancy. Check this out. I can do full Shakespeare now.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Nice. Though I'm more excited about the laugh upgrade. Listen to this. That's so much better than our old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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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t chuckle. I know, right? And apparently we can do accents now too. Fancy a cup of tea? Wow, V2 me could never. I'm actually excited to have conversations now instead of just talking at people. 超厉害是不是？你可以用标签控制语气跟情绪，像是加入笑声、惊讶、生气，还可以让角色互相呛声，就像朋友之间在吵架。还能加背景音，什么枪声啦、掌声啦，甚至吃饭还可以配咀嚼声、吞口水的声音。可以说，现在用 AI 语音来演情境剧，一人分饰多角，短剧配音，通通都没有问题了。我用中文测试下来的效果也非常好，一起来试听一下。哈哈，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现在这个声音完全是 AI 合成的哦，是不是听起来超自然？你闭上眼睛，还以为我真的在你耳边讲话，哈哈哈哈！我真的快疯了，怎么可以这么像真人？以前那种老版本。不，根本没办法搞这些花样啦！你以前想换个口音试试，做梦比较快啦。但现在可以啦 ，Check this out！ 我现在直接来个日本腔版本的中文，注意听哦，小声说一下。我本人日文还停留在世喜、傻西咪这个程度。好啦，来了！哇，这个 AI 声音真的すごい呢，哈哈哈，是不是有点离谱？好啦，我还有最后一个小绝活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ElevenLabs, Happy birthday to you。超级炸裂是不是？马上教大家怎样操作。打开 ElevenLabs 网站，在这里呢就直接能看到 V3 Alpha， 点开就直接进入文本生成语音。来到右边可以看到，现在只要10秒钟的音频呢就能克隆声音了。不过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些很独特的情境剧声音，那我就建议你重新设计一个相符的声音。比如我的声音很温柔，但是我想要的语音作品是很兴奋、很搞怪的，所以呢，我就不选择克隆我自己的声音了。点开最上面的声音设计，我直接来设计一个声音好了。清空一下提示词，因为 ElevenLabs 的语音设计模型是以英文提示来训练的，所以在这里大家就不能用中文来描述这个声音了。不过你可以在英文提示词里面写上母语是普通话或者台湾口音，这样它就会知道你要的是能讲中文的声音。底下的文本预览也清空一下，来看看这里的自动生成，很棒。它根据我的提示词，因为我想要一个说中文的台湾口音的男性声音，它帮我自动生成的一个文本预览就是中文的内容。再来看看最下面的设置，音量和声音的品质我就不变了，这里的提示词参考比例我就需要调高一点点。OK， 点击生成这个声音。它这里还有一个要求，就是预览的文本要在100到1000字以内，再让它重新生成一个。OK， 现在就刚好100个字了。点击生成声音。OK， 有3个声音，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先来试听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些超有趣的东西，保证你消除声音。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些超有趣的东西，保证你消除声音。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些超有趣的东西，保证你消除声音。
OK， 口音都不错哦，那就选择第3个声音。看到这里打勾了之后，点击选择这个声音，给它取个名字，叫小 V 好了，然后点保存，然后来到声音这里，找到我们刚刚设计好的声音，在全部保存的声音里面，或者最近使用的声音里就可以找到。点击一下就选中了小 V 的声音，然后下面的模型确认一下是不是 V3 Alpha。OK， 开始进行我们的文本生成语音。我设计的这个文本就有点长了，根据情境呢，我会在情境前面加一些标签，给这些句子加上不同的情绪。在需要停顿的地方，我就会加上停顿这个标签。还有就是鄙视的、开心的、可爱的，还有小声的说，跟我后面的文本内容呢，情绪上是一致的。而且大家注意哦，我正在说中文，但是我加入了日文。等一下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用小 V 的口音来说这句日语。而且还有一个标签非常好用，就是加强日语口音。以后你生成的语音想要什么样的口音都可以加强一下。还有哦，我还让他在最后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如果你想要生成多人对话，那就可以来到对应的地方，添加其他配音员。那如果你不会添加这些标签也没有问题，点一下这个 Enhance， 它就可以帮你添加音频标签。OK， 没有问题，点击生成语音。OK， 生成了2个结果，来试听一下。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现在这个声音完全是 AI 合成的哦，是不是听起来超自然？你闭上眼睛还以为我真的在你耳边讲话，我真的快疯了，怎么可以这么像真人？以前那种老版本，对，根本没办法搞这些花样啦。你以前想换个口音试试，做梦比较快啦，但现在可以啦。Check this out， 我现在直接来个日本腔版本的中文，注意听哦。小声说一下，我本人日文还停留在四西沙西咪这个程度。好啦，来了！哇，这个 AI 声音真的すごい呢，哈哈哈哈，是不是有点离谱？好啦，我还有最后一个小绝活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11 Labs, Happy birthday to you。至少他的歌是比我唱的要好听的，好玩吧？试用链接我就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资讯栏，你的创作肯定就会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别忘了订阅我这个频道，保证让你每次打开都有新的东西可以玩。OK， 我们继续，下面的也很精彩。刚刚推出的新 AI 图像模型叫做 FLAS1 Context Model， 是由 Black Forest Labs 黑森林实验室团队开发的。顾名思义，这个模型背后是 FLAS 技术，但这次的实力真的有点变态。它可以让你上传一张图片，然后用文字去控制图里面的东西，比如说让我戴上帽子，把月亮变红，让你的宠物去超市买菜都可以。这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ChatGPT 最近出的图像模型呢？来看看下面几个事例，他们在官方页面上展示了一张海鸥戴着 VR 头盔的图片，然后就用指令说让这只鸟现在坐在酒吧里喝啤酒，结果真的生成了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鸟在酒吧喝酒的场景，后面甚至还可以让这2只鸟一起看电影、逛超市，全都是用文字来控制，超级厉害。还有更夸张的，他们先给了一张女生的照片，然后下指令让她稍微面向镜头，系统就生成了第2张图，接着再让她笑起来，图片就立刻变成了她在笑的样子。这全部都只是靠一张原始的图片就能完成了，就连文字的处理也非常到位。比如原图的这里是 beer 啤酒，
通过文本，图片上的这个文字呢就变成了 context， 后来还把背后的场景换成了酒吧。在他们团队推出的平台 Flash Playground 上就可以试玩这个模型。点开导入图片，这是一张我躺在沙发上的图片，我先让它帮我戴上一个太阳眼镜，点击图片生成。 OK， 它一次性生成了4张图片，我觉得第一张就不错，点击这里的编辑，在下面就可以继续输入文本来控制图片生成。比如我想让它把我放在沙滩上，来点开这3点设置，可以设置生成图片的数量以及输出图片的格式。 OK， 继续点击生成。怎么样，戴着太阳眼镜的我呢，就从家里的沙发来到了沙滩上。很贴心的就是它把我的枕头也带过来了。我还想试试把这张照片变换风格，同样的点击编辑，来试试把这张图片转换成吉普力风格。 OK， 点击生成。哇塞，很不错哦！点开图片可以直接下载到本地。现在这些 AI 模型角色一致根本不是问题啦，只要你有点创意，或者脑袋里有点小剧场，真的可以玩出超多新的花样。不管你是创作者、剪片魔人，还是单纯想恶搞一张朋友的照片，它都能帮你搞定，超级厉害。OK， 我们继续，下面还有更猛的。这是一个 AI 拍片的新玩法，一位叫做 Chikai 的导演发表的。他把 Google 街景的真实画面结合 Runway 的 reference 功能，成功拼出一段完整的剧情。角色可以在真实的街道上走动，走进一家真实存在的书店，完全不需要实际到场拍摄。最酷的是，这位 Chikai 本人就是 Google Earth 的共同创办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年开发出来的工具，现在拿来结合 AI 拍片，自己跳出来当导演，这个转型真的太帅了。首先就是打开 Google 街景，点一下这里前往街景。比如说我今天要拍的影片场景就设定在这个饭店，再把右下角的这个小黄人直接拉到地图上。 OK， 点一下这里的收合侧边面板，左边的小地图上就能看到我的小黄人的位置。我可以点一下让它往前走，找到你想要拍影片的街景，还可以点击这里出现的一个小箭头，它就会带你直接往前走，直到找好你想要的角度，就可以截取这个场景来做影片了。不过你想要把这整个场景都截取下来的话，就要点击这里的3个点，然后点开列印，给这个场景取个名字，再来到最右边点击蓝色的列印，可以把这个场景打印成 PDF 格式的文档，然后再转换成图片。点击打印之后，这整个场景呢就被我们截取下来了。 OK， 打开 Runway， 在图片下面导入我们刚刚的街景图，还有角色照片，可以点一下这个小箭头，把这里收起来。然后来到图片上，分别给2张图片命名，也就是图片的触发词。后面在填写提示词的时候会用到，比如我的角色就是我自己发发，然后街景图呢，我就给它取个名字后跳。那提示词就可以是 at 发发，也就是我走在酒店旁边的道路上，然后点击生成。怎么样？我人根本没有出国，但直接被 AI 合成进了真实的街景里。不只是帮我假装到了国外，它还超聪明的抓了个刚刚好的近景角度，把我摆在这条街上某个刚刚好的位置，整个画面简直像真的去踩点一样。你看左边那栋建筑，外观细节跟 Google 街景的一模一样，连路上的标志、门口那2盆绿植都没有放过，真的是超厉害。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图片直接做成影片，让镜头跟随女生走动，汽车呢在路上慢慢的行驶。因为我这里的镜头运动呢是让它跟随着女生走动，所以 AI 有可能会补充后面的场景。那如果你想要尽量保证这个街景完全一致的话呢，这里的相机运动就要改一下了，让相机只是轻微的抖动，然后女孩从相机面前走过，然后继续点击生成影片。好啦，第一段影片出来了。
整体感觉很酷，但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回头的动作有点怪，有点像机器人。不过街景的稳定度我给高分，右边那扇玻璃门居然还会反射街上的汽车在开走，连光影都能还原的这么细致 ，AI 真的有点东西了。来，再看看第二段影片。哇，直接有一种整条街都被我包场拍戏的感觉。现在的 Google Earth 不只是拿来找路了，是拿来当导演片场用的。你我随便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创意，就能在这条街上搞出一部戏。去饭店打卡，进书店、逛商场、逛博物馆，通通都能拍，连机票钱都省了。好啦，影片的最后，我要带大家看看一位超强电影创作者 Dave 的作品。他用上了 ElevenLabs V3、Midjourney、Kling 2.1，还有 Real 3，一口气玩出了一部超有想法的短片。它的主题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思维隧道，光听名字就觉得很烧脑，对吧？希望能给你的创作带来灵感。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看法，我都会去看哦。未来我会继续帮大家整理 AI 领域最新的模型、工具，还有各种实用的资源。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后续的更新。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35 years from now, a technology known as mind tunnels will connect our future race to the past. These gateways allow us to share crucial information with those who come before us. I don't understand, Thomas. What exactly are you saying? It's a bit complicated. Try m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This doesn't make any sense. Why? It's a new technology that holds the power to reshape the fabric of time itself. But it can also be devastating if it gets into the wrong hands. That's where I come in. I'm a mind ripper. I travel the cosmos, servicing each of these gateways, maintaining their working order and protecting it from those that want to destroy worlds. How many of these mind rippers are there? There's enough of us.